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雅洁，欢迎收看《听了才知道》。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谈的是精英港股落后台股的关键解析。那今天会分成2个部分来跟大家聊聊。第一，金融地位降级，香港回不去了吗？第二，聪明钱选边站，外资大撤离。想要知道的听众和观众朋友，记得要看到最后。今天的来宾呢，是我们财讯双周刊的主编洪林香，林香你好。大家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最近对台湾来讲啦，还蛮关心的这件事情，就是台股超越了港股的这件事。欢迎你一起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财讯，跟我们一起追踪政经趋势以及产业状况，成为财讯粉丝团财团的一份子。或者你也可以针对喜欢的那一集节目donate我们，让我们能够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内容哦。大概发生在11月底嘛，然后28号，对，然后所以到现在已经至少1个星期了，我们都还是维持领先。对，那到底香港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不只是港股被超越，而且也不是只被台股超越。事实上，它很多亚洲股市都赢它。它是全世界今年跌幅第2深的。反过来，台湾反而是涨很多的，对，亚洲第2强的市场，仅次于日本。我们过去都知道，香港算是一个世界金融中心，甚至至少也是亚洲金融中心。但是其实它现在的地位已经跟过去很不一样了。香港的整个金融环境都改变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会接下来谈。可是你可以先帮我们科普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台股虽然超越了港股，但其实台股跟港股在很多的基本面上是不一样的。对，就是首先呢，就是其实台股呢，大概在30几年前，其实就是本来就是比港股是还要领先的，但是指数的部分这样。那台湾加权指数呢，它其实是全市场的股票，譬如说像现在上市股票有986档。那所以所有的股票，不管是就是台积电这种大型龙头股，然后全世界都可以排上名的，然后也有那种鸡蛋水饺股这样，它全部都会被纳入为成分股这样子。但是呢，香港的恒生指数呢，它创立的时候呢，大概只有30档股票，也就是它最大的30档。那到现在算增加了82档，因为它现在整个总共的在港股挂牌的家数大概有2600多家，恒生指数也因此就是增加了，大概是现在是82档。但是呢，它会定期把表现不好的股票给剔除，并且要加入新的公司，比如说像12月的时候，它就加进了药明康德还有理想，所以我们就会把它比喻成像台股可能就是平民的就是迷军团，对，然后呢，那港股它就是精英部队这样子。那这次竟然能够就是有这么大的涨跌幅的差距，然后导致这个指数整个就是被台股超车，吓掉大家的眼镜的这样子。我觉得这个部分可以第一个来看的就是说，其实香港的整个金融环境都改变了。我觉得你点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其实香港现在整个金融的市场基本上就是在服务中国。最明显的，其实从市值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有人统计，港股现在目前总市值里面有80%是中企。就是从中资。那以往的话，就是香港可能大家也是觉得说，哦，它是金融和地产，因为其实本来香港，因为它当亚洲金融中心已经很久了，本来就是中国加入 WTO 之后，中国面向全世界的门户，在中国本来就是要改革开放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大家都很看好中国市场，所以香港也因此而起来。港股最高的时候呢，大概是18年3万多点，那当时呢，台股呢就只有1万多点，两边曾经落差到2万点，对，我们曾经输人家2万点，所以这一次就是我们超车的时候呢，11月底超车，然后就是有一派的人就很高兴啊，因为他们见证台股这么多年来，因为一度中间大概是在1998年的时候呢，就是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台股曾经有收复失土1个礼拜，对，然后很快又被港股追过去，这样子。从那时候到现在已经又隔了25年，所以今年就是大家也很担心说啊，会不会又其实只是昙花一现的，就是反超啊，会不会大家只是台湾人的自嗨这样？但其实我们真的重新再回去做基本面盘整。老实说啦，说的直白一点，就是目前找不到看好港股的理由。我们就从那个金融面来去看，就是首先呢，就是我们发现说，香港就是以前是世界的香港变成了中国的香港，那现在是更明显的、更全面性的中国化，尤其是在金融这个方面更明显。因为以往大家会认为说，香港应该是个国际金融的，纳入国际金融的那种概念。以往我们去香港跟那些经理人聊一些业务的时候，他们也是讲全世界，他们至少是跟亚洲、跟东南亚，或是跟美国、英国这样的一个贸易的一个往来啊这些的。但现在就只听得到人民币业务这样子。港股指数里面呢，它现在也大部分都是金融和地产。然后我去查了一下股价，就碧桂园它和恒大他们好的时候大概是31块港元，30块左右的港元。那现在他们都只剩下0.2
0.2、0.8之类的这样跌幅是很恐怖。对，所以就是真的是香港，就是现在就是整个就是以那一方面为主。但即便说是好，就是我们因为刚刚讲到嘛，就是恒生指数它其实是就把最好的留在上面这样子，所以说其实碧桂园、恒大这些本来过去很强的这些股票，现在都已经被踢掉了。对对，但是呢，因为中国其实没有真正的解决债务，它只是把它房地产的债务把它移转到银行身上，而这些银行，譬如说建行，譬如说工商银行，譬如说招商银行，或者是其他的银行，他们其实呢也在港股挂牌，他们也占港股相当的权重，目前都还是港股的恒生指数里面的成分股。刚才讲到，就是说除了这个企业基本面、产业面的变化之外，事实上他们在资金面呢也蛮令人担心的。对，那第一个包括像国家层面的部分，他们为了要继续巩固港元，然后但是一方面又要北上输城，对不对？对对，就是我们在统计，就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是有一波外资大逃亡，就是反送中之后，2020年有一个国安法，然后还有就是反间谍法，就陆续出台。就是以往他们本来就是说可能只针对就是香港人或是中国人而已，就没想到就是其实如果你是外资的顾问行业，你是会计师，你都甚至都可能必须要国家需要你的资料的时候，你就要赶快提供，不然的话，你可能也会被以国安法被逮捕啊。对，讲了不利于国家政策的话，你可能就会被怎么样。所以就是外资开始寒蝉效应，这样他们就开始就离开。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有一波很大幅的外资在逃亡，但是呢，就是香港它其实就是必须要北上去救A 股，中国的股市也要靠它。对，然后他自己的也很惨这样子。今年7、8月的时候呢，香港北上资金一个月就流入了超过520亿的人民币。而且这9年就沪深港通这个资金北上，大概累计已经超过2兆。就是从香港汇入中国股市的资金，基本上已经超过2兆，对，变成一个真的就是已经回归祖国的一个金融中心了。当祖国需要你的时候，那当然更不用讲，就是说有钱人其实都跑了。对，香港的移民潮大概从2019年之后就很明显的大量的增加。然后呢，当然香港那种非常非常顶级的富豪，其实本来也就是全球布局，对，本来就是全球布局的。这是我们受访对象跟我们分享的。第一有钱人就去什么美加纽澳，对，英国一类的，对，然后呢，稍有实力的呢，就到泰国，然后新加坡、东南亚一带，对，然后也包括台湾，对，然后总之就是有能力的就想办法走了，然后不是那么有钱的，像中产阶级，他们可能就去技术移民。我要统计就是强基金，就像我们的劳保劳退一样，就是他们就是你有工作的香港人，你就会要提拨薪水的一部分，然后去当你的退休金，强制公积金。对对对，如果你要移民的话，你就结算嘛，对，然后你就是领走。他们就说，就这3年，就是从2020年到今年，就是以永久离港为由来提前提领他们强基金的，就是持续的，就是维持在高档这样子。当然，就是我们相信，就是港府他们也不乐见，应该会有一些方法，希望他们留下来这样子。但是呢，就是还是挡不了这些外移这样子。对，接下来第2部分我们就要来谈一下，因为人会选边站，钱也会，对，大家都是会想要安全，然后有机会获利的地方走。对，那这个接下来就是会影响到的，最明显的就是香港它本身的内需市场，然后还有就是股市嘛。对，我们先来看内需好了。观众或听众朋友，你们有兴趣可以去查一下，香港有一家很有名的夜店呢，它在11月底、12月初的时候宣布，它从2024年要结束营业。那这件事情其实在香港是引起蛮大的震撼的。然后那一家名店叫 Seva， 然后它甚至于什么贝克汉啊，然后什么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什么，就是很多名人都会去的地方。对，然后他就这么关了。他的那个创办人他就直接说，他非常的感慨，就是从2019年以来，然后反送中的运动啊的影响，然后到现在香港几乎都没有人要去观光了。那我们也的确去盘整了一些观光的数字，真的现在游客对于香港好像兴致大减。对，就是我们有盘点说，就是虽然就是香港就是它有提出一些刺激方案，但是就是过去3年，一方面就是香港真是封得太惨了，对，然后就是还有就是观光客会担心自己的安危嘛，所以它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阻力这样子。即便说是今年解封了，然后但是到10月呢，那个旅客呢还是比起反送中前2018年还是腰斩的。对，我还跟一个金融高层在聊，他就因为香港迪士尼，他为了要争取
取就游客来香港来玩这样，所以他们就争取全世界第一个冰雪奇缘的新园区，然后放在香港这样子，然后就即将要开幕了这样，但是结果竟然就是其实他还是不愿意去，还是不想去，对，他就说等东京开了我再去带小孩去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现在去香港呢？对，我们也有一个受访者，他就是分享，他说他觉得现在就是民主阵营国家的旅客他们会对香港的旅游环境有疑虑，对对对，会担心。对，那中国内地的旅客其实过去一直以来是占香港旅客大概7-8成，其实最大宗是他们啦。但是他们也自己觉得说香港人讨厌他们，所以他们也不想去香港玩。对，而且他们来玩的话，还会一边还嘲笑说：“我来金融遗址打卡。”对，是，对，就是我以前香港是金融中心这样子，然后就像空荡荡的转运港，然后不牛的牛市，而且现在他们也不太买啦。以前去香港都会觉得要吃爆买爆，对，但是现在就是你网络上什么买不到。是对，所以现在到香港买爆的情况也少了，然后就变成说那个我们也有稍微统计了一下，就是说个别旅客就是前往香港的平均消费呢，其实也是在下降的。原本观光是一个很好创汇的产业，但是现在也差了很多。对，然后另外一方面，香港连房价都下跌了，对，跌很多。就是我们有发现，就是说，其实真的就是李嘉诚他打7折出售他的房地产，连他都开始贱卖香港资产的时候，就知道就是这是一个情势，一个很大的逆转这样子。为什么没有人买房子？以前香港不是寸土寸金吗？它曾经是全球最贵房价。对，一方面就是真的是人走的太多了，比较有能力的那个中产阶级以上的那些人，他们现在也会处于一种观望的态度，因为不知道香港前景不明。那如果我要花很多的钱去买房子的话，我钱就这样卡在这边吗？所以他们就宁愿用租。所以我们发现一个比较特别的状况，就是说它的房价是大幅的降低的，对，但是租金并没有，反而最近是有一点稍微上扬。而且其实不管是私人住宅或者是办公室，其实都碰到同样的情况，就是人流迁出嘛，所以就变成说形成了新的卖压。对，刚才讲到消费的减少，然后尤其是奢侈品的减少。过去去香港很会去买一些名牌精品，然后现在那些名牌精品的品牌也都走了，他们就直接干脆去中国开好了。对，然后所以就变成说他们在一些非常精华的地区的那个街边店，对，都空出来，然后空置率竟然高达53%，这个数字就可以想象它的萧条。除了这个内需的部分受到冲击之外，其实我们还是会回头去看一下香港的股市本身的问题啦。台湾人对于台股超车当然是比较有感兴奋，对，但香港人他们关心的其实不只是被台股超车这件事情而已，而是香港本身的股市呢也已经没有过去的一些那么亮眼的表现。对，像我们小时候有一部很有名的港剧，就叫做《大时代》，就是可以看出来香港其实本身是很爱炒股的。但是我朋友他们现在都说，他们现在香港上面都是中资股，而且都是画很多饼的，对，画很多大饼的这些就是中资股。对，因为中资股里面又分成国企和民企。对，那国企呢，因为有很多政策任务，其实不管哪里啊，像台湾的那个国营事业也是一样。对，那些负责政策任务的呢，几乎都很惨。还有就是被政策重点打压的，像科技股，就电商啊，就滴滴啊，然后还有腾讯，因为游戏嘛，进了游戏，还有教育啊，这些都被打得很惨，这样子。就是其实，在2015到2016年左右呢，那恒生指数最大的权值股其实是阿里巴巴和腾讯，那其他还有就碧桂园。还有就是舜宇光学这一些这样，然后美团也是，当然现在美团也还在啦，但是现在他们也是都跌到不行，对，那已经是腰斩再腰斩。对，所以我们就大概统计了一下，大概今年恒生指数里面前10大权值股里面有7档市值是大幅的衰退的，这样子，衰退很重就是中国的金融股，然后像是建行、中国银行还有工商银行、就是标准国企，对，因为他们承接了庞大的就是债务的压力，从那个不动产那边来的这样子，里面挣的只有就是腾讯、友邦就是 AIA， 然后那个中海油，其中呢就是中海油呢，它就是国营，而且它就是因为今年可能油价上半年的时候还可以这样子，所以它其实表现了说就是对它来说还好，它算是有获利的。但是呢，腾讯啊、友邦啊，他们其实都不是就是完全就是在香港的公司，而且他们也不是国营事
业啊，对，不是国企，他们市场就可能就是友邦，它美国，然后像是就是腾讯，它还有东南亚这样的市场，所以它就是比较不会就是因为中国因素而被就压制表现这样。有一位受访者有提到说，就是以前啊，就是金融啊、地产啊、科技啊是港股的资产，现在都变成负债了这样子。对。那再反过来看我们台股的话，就会觉得说，台股的表现反而是在这几年，我们也不是没有结构性的变化，但是这个结构性的变化其实还挺有趣的。第一个就是像我们的台积电护国神山，真的，因为最近刚好年底嘛，我们有问一些外资分析师，就是的确是有一些人就是对冲基金啊，他们就觉得说啊，现在跌得好便宜啊，就是以本益比长期来看呢，就中港股市还是有投资价值。但是其实我们老实说，这个价值就看不到我什么时候会来，因为你看得到它在低点，但是你看不到你现在进去的话，你什么时候可以会解套？对，但是反而是台股的这个产业基本面又非常的稳健，特别是半导体，因为台湾就是科技股、半导体股领军的股市这样子。那我们大家有统计过，就台股前10大全指股里面呢，最低的报酬率就是8年来，就是国泰金它也有48% 报酬率。然后呢，台积电呢更不用说，它8年来它创造的是4.4倍的一个涨幅这样子。长期来看，就是台湾基本面还是很好的这样子。我们可以归纳一个结论，就是从疫情开始以来的所有的相关的科技话题、科技的新的话题，台股全部都沾得上边。没错，对，光是这一点，我们靠电子股的带动，其实台股还是比较值得期待的啦。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回复财团在听了才知道第165集。中国抢救失业，靠低价策略席卷全球市场，台湾4大产业将变成惨业的留言。那第一位是 Cecilia Han， 他说跟我预料的一样，中国为了救经济可能会回头输出通缩，接下来就看印度跟东南亚国家是否要跟中国竞争输出通缩，这个值得持续关注。的确，这个形成了全世界的一个经济的隐忧啦，所以我们就继续关注吧。那第二位 Jenny Rabbit， 他说这是一个优质的节目，非常感谢。对，谢谢你们的鼓励。那第三位，我们请林香帮我们念一下好了，也是财团的 Henry。他说，低价策略只能起短期作用，缺乏相关政策持续性支持以及产品质量的问题，最终只能维持到了面子，输了里子。中国的确就是像今年的那个双11，我就很有感觉。今年的双11应该是就是有双11以来就是销售量最低的一次，好像只有3000多亿人民币，也是最无聊的一次。对，然后所以他们干脆连双12就不做了。对，的确就是低价策略，不管是在产业或者是说总体经济的话，大家都是只能治标不能治本的啦。最终你还是要看，我觉得是真的是整个政策的环境，然后还有就是基本面啦。对。好，那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也谢谢林香的分享，谢谢雅洁，谢谢听众朋友的时间。那如果你喜欢财讯的内容，并且愿意支持我们，欢迎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成为财团的一份子。听了才知道，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